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大家有注意到我身后的桌子上面有什么不同吗？对，我的新款 Mac Pro 到了，只能用5个字形容，太不容易了。我是1月5号下的单，原本想的是在年前能收到，但是后来没有实现，改到了年后。年后呢就是长假，长假完了，大家也都清楚了，发生了疫情，我真的有种感觉是遥遥无期啊。不过还好，最终在昨天终于到北京了。鉴于我收到的比较晚，而且网上已经有非常多关于 Mac Pro 的开箱了，并且我在前段时间已经拿我朋友的那一台做了一次伪开箱，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所以呢，我今天决定再让大家看一次我昨天让我非常兴奋的开箱。最外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快速给它拆掉的这么一个拉环儿，然后顺着这个就可以把它拆出来。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把这个废掉啊？没办法，这个上面全都粘的，这上面全是粘死的。那这个箱子基本上就废了。哇 ，nice！ 这个包装就是这样的。我上一次不是开箱了我朋友的那一台吗？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苹果的设计还真的是挺有才的。这旁边2个魔术贴拆开以后，应该就可以拿出来了。我朋友说这个机箱重20多斤。外面这个箱子就要重20多斤，一共加起来有40多斤。OK， 先把它抬上来。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里面，我选了一个触控板，我没有要它的鼠标，我不太习惯用苹果的这个鼠标。这个里面是它的触控板，然后这个是它的键盘。这个键盘应该我也会用不到，触控板可能我会用一下。这个键盘就放这里面吧。下面是它的说明书。这一次的说明书不太一样啊，是一本小册子，印刷的十分的精美，送了2张贴纸，后面是3包凭证，然后再往下就是它的电源线了。这个箱子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拆了，OK，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布给它拆掉，看看这个啊，在这儿呢。哦，里面还有一层。我一般都喜欢把它们原本的这些包装的袋子啊，这些膜呀，都给它保存下来。啊，先把这一层给它拿掉，是一面一面的。这边还有这一台，因为这一台是行货嘛，可能它还是在中国组装的。因为这个 Mac Pro 它是有一部分是在美国组装的，如果你的订单是美国的订单的话，它就会在美国组装。好了，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外观了，东西真的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机箱就像艺术品一样。其实我买这个 Mac Pro 完全也是为了信仰充值。如果说对于我的视频工作流来说，我之前的那一台 iMac 已经非常够用了。对了，我身后的那一台 iMac 我早就给它出掉了。前段时间我一直使用的是我之前2017款的 MacBook Pro。确实内存上会有一点吃紧，我在剪辑视频稍微时间长一点就会提示我内存不足，毕竟它只有16GB 的内存，所以在新款的 Mac Pro 上面，我直接把内存加到了192G， 我相信这个内存数量应该绝对是够我用了。我先说一下我这一台 Mac Pro 它的配置吧。我是在官网标准版的基础上选配了12核的 CPU， 因为只有12核以上才可以支持6通道的内存。当然，内存我是没有选的，因为官网的内存价格实在是太坑人了，所以我自己去买内存会省下很多钱。如果大家看到谁的新款 Mac Pro 是官网选配的内存，那么这个哥们儿绝对是真土豪。显卡我也并没有选配，苹果的这个显卡好归好，但是价格太贵了，所以呢，我决定自己去买显卡来进行升级。硬盘我选的是1TB 的容量，至于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不选，或者是选择容量更大的，那是因为这一代的 Mac Pro 我们是没有办法自行更换它的硬盘的。至于它的存储容量，我们是可以通过 PCIe 阵列卡来进行扩容，所以我选择了1TB 的容量，这个容量应该是可以够这个系统本身去使用了。再往下的这个 Afterburner 是一个视频加速卡，但是我并没有选配它，因为这个卡是只针对 ProRes 这种编码的视频格式的，而我大部分的视频素材并不是这个编码格式的，所以呢，我并没有选配这张卡。而且这张卡我们是可以在苹果官网后期去购买的，而且它们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并没有在买这个机器的时候着急的去选配这张卡。至于这个支架滚轮，当然是不会去选配的了，因为它的价格已经赶上汽车的轮胎了。所以如果谁选配了这个支架滚轮，那么它也一定是一个真土豪。
再往下的鼠标和妙控板，我选择的是妙控板，因为苹果的那个鼠标我实在是用不惯。妙控板还能接受，因为笔记本上面也是一个触控板嘛。OK，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基本上就是升级了一个12核的 CPU 和一个 1TB 的 SSD， 它在官网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58275块钱，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不过我并不是在官网下单的，当然我也并不是找我苹果上班的朋友用他的员工折扣买的。我之前朋友的那一台已经找过他了，所以呢，我也不好意思再让他再买一台了。所以我的这一台是直接找了淘宝上面一个我经常买苹果产品的一个淘宝店那儿下的单，而且他给了我苹果官价的84折。要知道苹果员工的员工折扣是85折，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十分给力的。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想买苹果的相关产品，我极力的推荐大家去这一家淘宝店。我之前在他们家买过很多东西，真的非常的靠谱。而且通过这一次我买这一台 Mac Pro 的经历，我和他们老板也有一些这个沟通嘛，让我对这一家店就更加信任了。这个老板给我催促了很多次，问代理商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能发出来。真的人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家店。所以我的这一台 Mac Pro 最终到手的价格是48000多块钱，相比较官网的价格，整整便宜了有1万多块钱。不过我也为了升级这一台 Mac Pro， 早就已经购买了很多配件，这些配件早就已经收到了。内存我是在美亚买的192G 的套装，当时我到手的含税价格是894刀，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200多块钱，加上它自带的32G， 一共可以组成224G。非常的夸张。硬盘部分我买的是一张火箭的 SSD 阵列卡，当时我买到手的价格是483刀，折合人民币大概是3400块钱。里面的硬盘我目前用的是海康威视的 C2000 Pro， 是一个2TB 的版本，我之前也出过视频的，比较物美价廉，它一个的价格是1699，以后我可能会配齐4个。因为这一张火箭 SSD 阵列卡是可以把4个 M2 SSD 组成一个 RAID 0阵列的。我之前开箱我朋友的那一台 Mac Pro 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张卡，这个速度非常的夸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视频。显卡因为我并没有选配，所以我自己去买了一张 AMD 的 Radeon 7。说到显卡，这里我和大家来多说2句。可能大家都知道，苹果的机子如果想要完美的使用，那么最好是选择 AMD 的显卡。就目前来说 ，AMD 的显卡 Radeon 7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我在买之前，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有一些帖子说这一张 AMD 的 Radeon 7在苹果台式机上面是没有办法发挥其全部效能的，反而在外置扩展物上面，在连接苹果的笔记本发挥的效能要更高一点。如果想要发挥其全部的效能，是必须要使用一个特殊的固件的。当时我也是半信半疑。不过我在淘宝上面真的还找到了一家出售这个 Radeon 7，并且是针对新款的 Mac Pro， 并且说它的这一张 Radeon 7是可以发挥全部效能的，所以我就以比市场价高出1000多5300的价格买了一张 Radeon 7回来。要知道，在淘宝、在京东上面 ，Radeon 7这张显卡只要3、4千块钱。不过昨天我在 Geekbench 上面测试了一下，它原装的这个580显卡在 Geekbench 上面跑分大概是4万出头，4万多一点点的样子。我换到了这个 Radeon 7，它的跑分能达到57800。整整多了17800的样子，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啊。不过在另外一个专门跑显卡性能的软件里面，580显卡是只跑出了1万出头的样子，而 Radeon 7却跑出了5万多分，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后来我和卖这张显卡的卖家聊了一下。他说这张显卡他们在硬件上是没有做任何修改的，并且他没有给我任何特别的驱动，他只是说这个显卡他修改了一下 FW， 也就是固件。这个谁知道呢？因为我目前手里没有所谓的普通版的这个 Radeon 7啊，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比较我的这一张这个 Radeon 7和普通版的 Radeon 7有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以后找机会来试一下吧。不过这里呢，我要吐槽一下苹果。AMD 的这一张 Radeon 7其实和苹果原装的那个 Vega 2，它们除了显存不同以外，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苹果选配的那张 Vega 2在 Geekbench 里面可以跑到8万多分。至于其中的原因，有一些国外的 UP 主说是因为苹果的这个驱动导致的，可能苹果是为了让大家尽量去选择他们官网可以选配的显卡，而不要自行去购买显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苹果做的还是挺不地道的。OK， 以上就是我准备的这些主要的升级配件了。
其他的像 USB 接口的这个扩展卡这些东西，非常的便宜，淘宝也非常的多。这里呢我就不过多去介绍了。然后我为这一台 Mac Pro 使用的显示器是 LG 的这一款 5K 显示器，它是专门为苹果而打造的。它后面是只有一个雷电3接口和4个 Type C 接口。我的这一款是一个新款的 5K， 新款和旧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它可以连接Type C 设备。就比如说连接 iPad Pro。说到显示器，其实我的这一台 LG 5K 是我为这一台 Mac Pro 准备的第2台显示器了。我最开始买的是 LG 的 34WK95U， 是一个21:9的宽荧幕显示器。当时我买那台显示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欠考虑，因为我当时只考虑了那一台显示器，它背部的接口要比这个 5K 稍微丰富一点，它有 DP 接口，有 HDMI 接口，所以呢，当时我就一拍脑门买了那一款。但是在我买到手以后，我把它接到了我的笔记本上面，先当显示器去使用。我就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使用21:9的显示器来进行内录的时候，它的这个素材我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视频当中使用的，因为我的素材都是16:9的。21:9的素材在16:9的这个视频里面是没有办法全屏的，除非我给它做截幅，这就非常麻烦了。所以呢，最后还没有等到这个 Mac Pro 到家，我就把那个 34WK95U 给出掉了，那个也是一个 5K 显示器。其实它是一个宽荧幕的4K 了，那个显示器也非常的不错，而且也非常的贵，但是不太适合我经常使用内录来使用。不过话说回来，在我对比了这2个显示器之后，我发现 LG 5K， 也就是这一款显示器搭配苹果是要比那个 34WK95U 要好一点的。无论是从它们的色彩，还是从它们这个就是和苹果的这个配合程度来说，我都觉得 LG 5K 这个专门为苹果定制的显示器要更好一点。它们的色彩其实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LG 5K 这款显示器，它的这个色彩我无法形容，只能说它的这个颜色更加的苹果一点。而那一款显示器，它的这个色彩感觉有一点 PC 的感觉，有点 Windows 的感觉。OK， 以上就是我为这一台新款的 Mac Pro 所准备的所有东西了。好了，关于这一台 Mac Pro 我也是刚刚到手，关于它的性能我也是在研究当中。当然，相比较我之前的2017款的 MacBook Pro， 它的性能是有质的飞跃的，这个就不用说了。至于它的性能提升有多少，我总不能拿我2017款的 MacBook Pro 和2019款的 Mac Pro 去比较吧，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等以后如果碰到了可以和它势均力敌的电脑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吧。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我们下一期再见。